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晚上简单来聊一下。虽然全球都在疯狂的熊市，但是我认为比特币后面还有更疯狂的牛市。长期的利润，2年之前成本在低位买的，目前还是继续在持有。不过短期我也不知道比特币会不会被美股拖下水。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目前美股那边是很恐慌哦，那短期的比特币这个位置，短线先不考虑，但是我们要考虑大长线之前在低位买的利润，或者是短线万一这个位置比特币真的有再跌回来，要不要在低点的位置，比如之前 74K 的高点，或者是就是下方的这个区间。我个人认为比特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因为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一次 74K 的高点到这个位置低点跌了 20%， 那这一次11万美金跌到接近7万6的这个位置，已经是跌了 30% 哦。所以我认为跌了 30% 也算够疯狂了。如果比特币真的再下去，它会去这个区间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哦，因为2年之前，当时在 20K 左右的底部也是有计划，比特币估计在产量减半之前会涨到之前熊市的这个 N 型的高点。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熊市的这个 N 型的高点，它是在这一根 K 线，也就是当时比特币被美国那边 ETF 上市以后，就是这个高点它突破了这个 N 型的高点，然后是在产量减半之前，它是直接突破了这个 All Time High。 所以我们观察历史的经验，就是比特币前面之前上一个熊市的历史高点，然后连到就是在产量减半之前，或者是突破这个 N 型的高点，我们去观察一下它后面回撤的这个 449K 的低点，也就是这3条线连起来的一个位置。这个区间突破的时候，这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已经有回踩过，确认过一次，就是这个位置支撑，然后比特币才在这个位置再突破。因为我们在参考比特币在2019年当时的牛市，底部上来以后，它是在产量减半之前直接突破了，或者是这个 N 型的高点。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产量减半是在2020年的6月份左右，就是在这个位置减半，后面比特币再一次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这个高点、2个高点、3个高点，或者是这边突破完以后有一次压回，然后比特币在上涨的时候没有再压回到就是这么低的一个位置，接近9000美金哦。以及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的底部起来之后，它在产量减半的时间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产量减半之前领先突破了就是当时熊市的这个 N 型的高点。那我们去观察一下当时的这个高点跟之前的历史顶部，后面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压回来，有可能目前比特币的位置或者是疯狂的牛市里面夹杂的一些短线的疯狂下跌。当时回撤的这个低点，它是在测这个前高以及前面这个高点测了一次，或者是再上去再下跌了 35% 到 40%， 估计可能就像这些位置区间的盘整。我是相信后面比特币的牛市肯定还会有就是类似这种疯狂的上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其实还是一个下降趋势，中线的主力目前是压在这边。那现在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比特币，它如果不赶快往上突破这个 MACD 指标，它是在零轴下方啊。我们也要防就是 MACD 指标，如果看它的周线，它现在已经盘整的时间，观察一下接近10根啊，10根这个位置不赶快再往上的话，也要小心，有没有可能像之前的这一个区间盘整的时间，它是接近20几根到30几根，比特币后面才开始上涨。所以这一次上涨的高点更高的时候，当时在高位也是有跟大家提到 MACD 指标周线级别里面，它要
死亡交叉，你一定要谨慎一点，有可能中线会有回撤。那现在已经10个了，快10个了，如果不继续转折或者是变盘向上，估计这个位置主力目前也是在观察整个全球的或者是分享标，所以我的观点也不排除有可能这个位置尽量短线要防啊。如果真的要再下去或者是不下去的情况下，它如果在这个位置继续盘整，也不排除 MACD 指标会不会周线里面之前的这种20根左右，后面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不会再往上突破。最后感谢大家收看，队友们